普京再提惊人和谈言论，愿意与乌克兰共享克里米亚，这是缓兵之计还是真不想打了？五角大楼追加大笔军援，防空导弹、反装甲导弹以及其他弹药应有尽有。驻日美军基地大幅加强军事实力，西太平洋地区首次部署美军 F-35A 战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6月14日，普京在瑞士峰会前一天提出和谈条件，但最终被乌克兰忽略，因为普京的条件完全不切实际。6月26日，俄罗斯内政部部长科洛科利采夫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安全峰会。尽管科洛科利采夫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但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被允许进入美国。表面上来看，科洛科利采夫是为了参加联合国警察局长会议，但实际上他是带着任务去的，将普京最新一份关于乌克兰和平方案交给美国。难道俄罗斯真的打算结束俄乌冲突吗？没错，此次和谈建议的核心就是俄罗斯打算与乌克兰共享克里米亚。在克洛克利采夫提出的和谈建议中，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乌克兰必须完全撤出乌东，也就是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地区；第二，俄罗斯交出扎波罗热核电站，但沿第聂伯河至黑海的非军事化100公里区域必须接受俄军控制；第三，乌克兰不可切断对克里米亚的供水；第四，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或其他联盟；第五，乌克兰作战部队兵力不能超35万，战斗机不得超125架；第六，克里米亚由俄乌共同掌控，实行双重管辖；第七，欧美国家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第八，俄罗斯会将扎波罗热与赫尔松移交乌克兰；第九，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第十，俄乌开启停战谈判，前线就将全面停火；第11，有必要恢复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乌克兰必须签署该条约。显然，这些条约实际上是按照2022年领土范围来进行规划的。唯一不同的是，克里米亚成为俄乌共享领土，但是乌军被限制军事化，不能加入北约，变相的让俄罗斯实现战前的战略目的。同时，俄罗斯还能解除欧美制裁。虽然相较于6月14日提出的条约退让了不少，表面上看，这是一份比此前任何俄罗斯任何表态方案都更加合理，但怎么看都是普京的缓兵之计。而且这一份方案中有不少都是乌克兰无法接受的。首先，乌克兰不得不割让大片被侵占领土；其次，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克里米亚，那么乌克兰境内将永不安宁，因为共同管辖区永远是激发局部冲突的最大隐患。最后就是禁止加入北约，还要限制乌克兰的国防力量。实际上来说，这份和谈建议只是俄罗斯想带着战利品休养生息而提出来的一个缓兵之计。可以预想到的是，泽连斯基不会答应，北约不会答应，乌克兰人民更不会答应。毕竟俄乌此前达成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当时乌克兰、美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签署了这项备忘录，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来换取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的保证，同时销毁了44架战略轰炸机、1000余枚巡航导弹，剩下的导弹与轰炸机还转移到了俄罗斯境内。然而仅仅过去20年，克里米亚战争就爆发了，乌东也进入了多年混战。2022年，普京更是直接进攻乌克兰，试图全面控制乌克兰境内，但至今仍未如愿。如果泽连斯基认为签署一份协议就能换取乌克兰的和平，那就显得太过天真了。乌克兰想要获得安全，就必须加入北约，有军事自主权，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与军队，而不是依靠一个随时撕毁条约的俄罗斯来保证国家的安全。接下来是关于美国的最新消息。根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大额援助。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称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以及美军库存的其他类型弹药。为了能尽快交付援助，美国还改变了海外订单的履行顺序，以便为乌军爱国者防空与 NASAMS 防空提供更多的导弹。根据美国记者透露，此次提供的23亿美元援助将分为2部分，其中一部分会从美军库存中直接调取，预计将在这几周内交付，剩下的一部分则是需要向军火商进行采购，这可能需要数月时间，甚至更长。不过，这名记者并未透露援助的更多信息。此外，越来越多的消息显示 F-16 战机即将参战。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伊夫琴科表示， F-16 最早将于本月参战，刚开始会主要用于防空任务，并不会针对俄军目标发动攻击。这也是为什么俄军会选择加速进攻乌克兰机场。那么如何保护 F-16 战机呢？乌克兰空军目前的办法就是在不同基地之间进行不断调动，但很明显，这种策略并不能持续奏效。对此，美国官员表示，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对此事进行讨论，包括为乌克兰采购更多的防空系统。根据报道，加上最新的23亿援助，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535亿美元的各类援助。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还将进一步解除乌军在使用美制武器中的限制，因为众议院中乔·威尔逊等议员认为，如今为乌军加设的限制依旧太大，而俄军也已经习惯了乌军各种武器的打击范围，并计算出在什么范围之外不会遭遇打击。因此，负责欧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扩大目前战场，那么乌克兰将允许将俄本土更纵深的目标开火。显然，只有乌军再次面临战场困境时，美国政府才会进一步解除武器使用限制，或者是增加军援力度。毕竟，美国对乌克兰的宗旨就是绝不能让乌克兰输掉战争。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在西太平洋地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对外宣布将升级逐日美军装备的战斗机。美媒表示，这是美军对西太平洋地区空中力量进行的最大规模升级。报道显示，此次升级的主要部分是将美军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部署的36架 F-16 战机升级为48架 F-35A 代隐身战机，这也将成为美军在西太地区首个常态化部署 F-35A 战机的空军基地，是全球第2个。作为美军最先进的5代机之一， F-35A 拥有出色的隐身能力以及强大对地打击能力。在 F-35A 进驻三泽基地之后，将大幅提升该基地空中力量的整体进攻能力。目前，美军在三泽基地部署的 F-16 战机主要承担野鼬鼠任务，主要针对敌方防空系统进行压制摧毁任务。而当 F-35A 部署该基地之后，那可能就由 F-35A 来负责这项任务，因为这种战机本身就是电子压制作战的高手，有隐身能力，有先进的电子压制与电子支援系统，同时还装备 AGM-88G 先进反辐射导弹以及空地导弹等。这些武器都可以在 F-35A 内置弹舱挂载，使其保持隐身能力的同时，还能拥有强大的攻击能力。当然，部署 F-35A 除了提升美军空中力量以外，还有别的因素，那就是减少后勤保障压力。目前，日本自卫队已经从美国采购了 F-35A 战机，同时还引进了完整的保障维护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完全可以借助日本航空维护体系来减少海外驻军的保养费用。五角大楼表示，此次部署将花费100亿美元，将在未来几年内实施该计划。除了三泽基地以外，其他的驻日美军基地同样进行了升级。首先是位于冲绳的加手纳空军基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便开始将 F-15战机部署在该基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署的 F-15已经无法应对未来挑战。于是从2022年12月开始，美军让加手纳基地的 F-15战机分批次撤回美国，并进行退役。作为替换，美军将在加手纳基地部署36架经过现代化升级的 F-15EX。这是 F-15战机最新改进型号，装备了 AN/APG-82 有源相控阵列雷达，
主被动预警系统、现代化玻璃驾驶舱以及2台 F110GE129发动机，被外界称为最强非隐身战斗机。除此之外 ，F-15EX 双座布局还有利于后座飞行员充当未来无人僚机的空中控制者，进而成为美国空军有人与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美军除了在加手纳基地部署更为先进的 F-15EX 以外，还将轮换部署其他的战斗机，包括 F-22与 F-35A。同时，美军还会将 MQ-94 深无人机与 MQ-4C 人鱼海参无人机部署到该基地，以便提升美军的战略侦察能力。其中 MQ-4C 人鱼海参无人机拥有巨大的翼展，最大起飞重量 14.6 吨，飞行时速每小时575公里，实用声线高达18288米，可以携带大量传感器与载荷，包括红外、光电、激光数字式多频谱目标截获系统以及自动识别系统等。在高空侦察模式下， MQ-4C 无人机能以每小时610公里的巡航速度，在18000米高空连续工作30小时，可以利用机腹设备舱内安装的 ANZPY3 多功能 X 波段旋转有源相控阵雷达，对海洋、海岸以及陆地进行大规模扫描，单次扫描覆盖面积可以达到5200平方公里，只需要24小时就能对700万平方公里海域进行有效探查，同时还能与美国 P-8 反潜直升机协同作战，其实力不可小觑。7月1日，波音宣布收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据悉，波音之所以选择收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主要是因为精神航空系统公司曾涉及到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导致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无法正常完成机组零部件的生产，其和波音公司合作的项目也因此无法正常进行。2024年1月5日，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737 MAX 9型客机起飞不久后，机舱侧面一处门塞脱落，后经专业人员调查确认，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固定门塞的螺栓丢失，而737 MAX 系列的机身和舱门部件都由精神航空系统公司生产，并且负责提供安装工作，所以在该事故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承担了主要责任。2024年1月24日，美国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暂停了737 MAX 系列飞机的生产扩张，导致精神航空系统公司的整体业务出现亏损。据其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净亏损 6.17 亿美元。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精神航空系统公司被迫进行大面积裁员，但是由于上述事故导致其在业内的风评急剧下降，各种补救措施全都于事无补。波音为了能够维持合作项目的正常运作，这才有了收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一事。波音公司对此进行了特别强调，将会加强对产品部件质量的监测，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7月1日，波兰国防部宣布和美国签署了一项2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将用于购买反导和防空武器系统。据悉，这并非是波兰第一次向美国贷款。去年9月25日，美国国务院对外宣称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贷款，用以帮助其实现国防现代化。波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重要防线，现如今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国内及边境处全面部署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今年2月，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25亿美元的先进防空系统合同。随后，美国还批准以12亿美元的价格向波兰出售了4艘能够探测空中目标的雷达侦察飞艇。对此，美方表示，这些贷款与优惠的购买政策仅授予与美国保持密切防务合作的特定盟友。受俄乌战争影响，自2022年以来，波兰不断购入先进武器装备，比如美国研制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等，并在阅兵现场上进行了展示。同时，波兰还将现役军人人数从 17.2 万人增至30万人。另外，波兰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以上种种措施导致波兰国内军费开支剧增，目前已经成为北约国防开支最高的国家。
据飞行国际网7月2日报道，2024年6月30日，奥地利政府签署了一项价值7.15亿欧元的采购协议。据悉，在此次协议中，奥地利决定引进12架黑鹰直升机，用来取代日益老化的贝尔212直升机。这批黑鹰直升机预计从2028年起陆续交付。UH-60M 是黑鹰系列的最新版本，其配备了最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提高了机体整体的机动性和稳定性。为了提高机组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UH-60M 还强化了机身防护，并且加装了特制的防弹性燃油系统。同时，它还配备了2台通用电气 T700GE 701D 发动机，基本续航里程为590公里。通过额外的油箱可扩展到220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300公里。上述出色的性能能够让 UH-60M 执行各种任务，包括部队和装备运输、医疗救援、疏散行动、跳伞、空中消防以及特种部队部署，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奥地利的国防需求。据中时新闻网7月4日报道，美国 KC-46A 加油机创下了连飞45小时不落地的记录。据悉，这已经是 KC-46A 系战机第2次刷新不落地飞行时长记录。2022年5月5日，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所属的第22空中加油机联队驾驶 KC-46A 飞马座加油机进行耐力飞行试验。当时该机持续飞行了24小时12分钟，创造了美国空军史上加油机最长的飞行记录。时隔仅2年， KC-46A 战机再次刷新纪录，飞行时长几乎实现翻倍增长。据美国空军表示，为了验证 KC-46A 加油机的耐力，在执行此次飞行任务中，先后给 B-2 轰炸机、C-17 运输机、F-15E 战机等多架军机进行空中加油，实测效果远超预期。该战机将会在未来为美军及其盟军提供关键后援支持。据战区7月3日报道，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美国公开展示了一架挂载空射版标准6导弹的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据悉，这枚标准6导弹的官方显示型号为 AIM-174B， 属于超远程空对空导弹。标准6是美国海军目前正在生产的导弹，它的射程要比现有常规导弹更远，同时它具备 GPS 制导功能，能够对范围内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常用于拦截反舰导弹，并且还能够执行末期弹道导弹防御。作为标准6的变体， AIM-174B 的性能更加强大，超远的射程及高精度的打击能力能够让超级大黄蜂有充分的时间解决上百公里以外的空中威胁，这比目前的 AIM-120更加有优势。而且据相关媒体信息显示，美国超级大黄蜂系列战机与标准6的组合在3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但是美国海军从未正式承认过。如今既然已经有相关信息传出，那就意味着该类炸弹有可能已经进行过实弹演习，或者已经投入到了实战部署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针对普京提出的和谈建议，泽连斯基会怎么回应？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